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卢甘斯克的军事形势非常严峻，俄军在顿巴斯多线出击，化整为零出动突击小队。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将公布最新一批对乌克兰武器输送计划，其中包括多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和榴弹炮的补充弹药。俄方则在加大对西方国家军援武器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美俄围绕雇佣兵问题的斗法也在持续升级。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发布的简报称，过去一天，俄空天军使用空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尼古拉耶夫的海洋造船厂。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俄军正在收紧对北顿涅茨克工业区的包围圈，并控制了北顿涅茨克郊区的几个居民点，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一举攻下，之后将封闭对北顿涅茨克工业区的包围圈。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近日表示，俄军和卢甘斯克武装以及顿涅茨克武装同时在顿巴斯地区的9条重要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乌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格罗莫夫认为，俄军之所以多线进攻，令乌军来不及招架，是因为进行了战术调整。俄军出动的不是整个营级战术群，而是相当于连或者排规模的突击队。美国战争研究所专家指出，他们的机动性更强，自主性更大，且实践证明相当高效。随着战事的推进，西方援乌武器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战场上。乌克兰军方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使用美国弹簧刀300无人机作战的视频。近日，顿涅茨克武装表示，他们在实战中遇到了这种自杀式无人机。Но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открытом участке, допустим, вот вы через поле шли, или где-то машина, то есть, в поле в открытом шан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 человека не будет. Как бы первый раз с такой штукой сталкиваюсь.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乌东前线还拍摄到乌军使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作战的情况。That is the M777 US-made howitzer. It is the long-range piece of artillery which Ukraine says is making so much difference to its war. Once you fire, you've got to move. And the beauty of this particular gun is that it's light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got, so it can be moved out of position before the Russians reply. 而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白宫预计最早将在当地时间周4宣布最新一批对乌克兰武器输送计划，其中包括多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和榴弹炮的补充弹药。据了解，美国此前提供的4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已运抵乌克兰，但尚未投入实战。上周，首批60名乌军士兵在美方指导下已完成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操作训练。德国国防部长布兰斯希特周三表示，德国最早将在下周对乌克兰士兵进行多管火箭炮系统操作训练。在训练完成后，德国将向乌方交付3套火星2号多管火箭发射器。此外，德国政府近期还公布了新一批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装备清单，其中包括猎豹式防空坦克、M113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和大量弹药物资。俄罗斯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是在激化冲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某些国家一边宣称不允许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一边却火上浇油，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企图延长冲突以重创俄罗斯。此外，美俄围绕雇佣兵问题的斗法也在不断升级。有外媒近日报道称，2名美国雇佣兵在乌克兰被俄军俘虏。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这2人在乌克兰领土上参与了向俄方武装人员开火及炮击的非法活动。They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ose crimes. Those crimes have to be investigated. 佩斯科夫指，日内瓦公约规定了战时如何对待士兵和平民，包括禁止处决战俘，但不适用于2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他们属于雇佣军。当被问及2人是否会被判处死刑时，佩斯科夫回答说，他无法给出任何保证，一切取决于调查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对此事表态称，美方正就此与俄方联系，但目前没有得到俄罗斯官方任何回应。美方也不清楚这2人的当前位置和状况。不过，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同一天则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俄罗斯大使馆未收到过来自美国官方的关于在乌被俘美国雇佣兵的询问。双方实际上都利用这个作为今后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
俄罗斯呢已经让那个美国的被俘的雇佣兵呢供出来了，英国的特种部队参加了在乌克兰的行动。你看，你们北约不是说我们不直接参战，结果呢你们已经有人参战了啊。另外呢，以后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手段呢，美国、英国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让步。6月9号，顿涅茨克最高法院判处3名为乌军效力的外籍雇佣兵死刑，其中包括2名英国人。按照俄罗斯国防部上周5的通报材料，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共有6956名外籍雇佣兵进入乌克兰，他们分别来自64个国家，来自美国的有530人，其中214人被击毙，227人逃离。